从高高在上的太子爷跌落底层的第3年，我与顾朝重逢了。彼时我正跪坐在酒店包厢中，身旁围绕着一群玩世不恭的富家少爷，一杯接一杯的酒送进嘴里，我神思逐渐消散。顾朝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，周围的人上前去寒暄讨好，可他却只眼神冰冷的看向我。我被人叫着去给他倒酒，他们叫他顾少，而我是个没有名字的陪酒郎。我端着酒恭恭敬敬的递给他，垂着眼道：“顾少。”他嗤笑一声，将酒接过。半晌，将酒自我头顶倒下，鲜红的酒顺着面颊流下，浸透全身。我听见他说脏，周围人大概也没有料到，都吃惊的看过来。毕竟顾朝平日虽然冷淡张扬，却不是会为男人的性格，而我只是将头垂得更低，任由红酒流淌，声音没有半点起伏。顾少教训的是，再次见到顾朝就是这样的情景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羞愤。4年时光早已经让我褪去以前的骄纵，所有的怨恨和心酸都化成了麻木。我甚至庆幸自己如今已变成一副行尸走肉，所以就算现在看到顾朝，我也可以将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客人。顾朝没有再说话，也许他已经发泄过了，不再有兴趣继续为难我。我转身要走，却又被他叫住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我抿了抿唇，转过身来。跟着他进来的一个人似乎认出了我，惊呼：顾朝，这不是以前老仗势欺人的徐少爷吗？几年不见，怎么这么狼狈了？我没有出声，任由那人谩骂。有人看清形势，开始站出来。顾少，我来帮你教训他。可顾朝却摆摆手，叫人上了一排酒。他开了一瓶递给我，喝1瓶给1万，喝了这10瓶50万。我看了一眼酒的牌子，比我1个月的工资还多，不亏。我接过来直接吹了1瓶。烈酒辛辣至极，饶是我酒量再好也想吐了。我撑着身子还要去拿第3瓶，却被人握住了手。我抬眼看去，对上顾朝不可置信的眼睛。你以前不是很傲气的吗？现在做这副样子给谁看？我晃了晃头，只想着50万，挣开他的手，还要去拿酒。顾朝顿了下，突然沉看脸，将桌子一甩，哗啦几瓶酒全部摔在地上。他一把拽住我的衣领：许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窝囊？胃里烧得火热。我忍着难受，偏过头，低声道：顾少，我刚刚喝了2瓶。他嗤笑一声，猛地松手，在我落地时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钱，不如你来做我的狗，1年200万，我真的答应了他。顾朝提出这个交易，无非是想羞辱我。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就算是地上一张10元的纸币，也比我的自尊值钱。搬进顾家第1天，顾朝便开始发难。他指着我带的行李箱，满脸冷漠：这些垃圾不准带进来，全扔了。我垂着头站在门边，犹豫一瞬，还是道：我的衣服可以带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顾朝打断：你的衣服？许言，你现在不过是我的狗，我给你了才是你的，我的东西最终还是被丢了出去。就连身上穿的这套也在不久后被玷污。顾朝的动作算不上温柔，就像疏解欲望般发疯猛干。我好似也随着摇动的床榻一般，成为他发泄的工具。好在这项工作不需要说话，也不需要思考。顾朝微微气喘，却还是没停下。提亮的灯光下，他栖身压上，汗液随着他的动作自额角向下滑落，吧嗒一声砸在我闭合的眼上。疲惫的身体猛地紧绷，随之而落的是他低哑而沉闷的声音：许言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，只知道等我有意识的时候已经被清洗干净，扔在了床上。疲倦到极致，我一沾床就睡了过去。在底层劳作的4年，我几乎日日如此。可今天或许是再次见到了顾朝，
我罕见的做了一个晚上的梦，一场关于少年时期荒唐可笑的梦。我和顾朝的开始很简单，初见时惊鸿一瞥，从此缘在心间。但是单向的，我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看上了顾朝，可他是块冰山，怎么都捂不热。顾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连着给顾朝送了1个月的饭和水果，可都被他分给了身边的人。得知这一切时，我立马怒气冲冲的堵他。顾朝是个天生的冰块脸，他成绩好，脑子好，长得也好，除了不爱和人打交道，几乎哪哪都对我的胃口。此时他站在楼梯口，冷冷的看着我，让开，我要上课了。我有些不爽，我堂堂许氏的公子爷费尽心思讨好他，他居然就这个态度。不让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周围的人都满脸警惕的让开，毕竟我在学校不学无术，整天占着家事仗势欺人，这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顾朝面露嘲讽，也不想再和我多说，转身就走。这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吗？我急忙上去拦他，他反手一挡，制住我的手，又顺势一压，将我撅在墙上。靠，好像打不过。迎着周围人的目光，我甚觉屈辱，放开我。顾朝只是松开手，淡淡扫我一眼就离开了，留下我在原地直咬牙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不出这口恶气实在不行。当晚顾朝回宿舍时，我叫了一帮兄弟，将他堵在偏僻的小树林里揍了一顿。事后我又将他送进了医院。病床上，顾朝被揍得动不了，只能无奈的听我在一旁劝他，和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缺钱我可以给你，你毕业也可以直接去我爸的公司，衣食无忧，不比你整天在自习室熬到关灯好。大约是被我说的烦了，顾朝终于懒懒瞥我一眼，以为他内心松动，我立马凑到他跟前去。结果他只是嘲讽道：许言，你听清楚了，我顾朝永远不会喜欢男人，更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。顾朝和我说过最长的一段话，就是他永远都不会喜欢我。可惜当时的我太过于心高气傲，自认为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如果有，那就是钱给的不够多。可这一定理偏偏在顾朝这吃了瘪，于是我决定改变策略。顾朝不是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吗？那小若学还不行？于是之后几天，自习室只要有顾朝的身影，那身旁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我照例给他送温柔，写累了递水果，看累了递眼药水。或许是被我的真诚打动，顾朝虽然没收我的东西，但也没再赶我。可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我的心更加无法安静。期末成绩出来时，我站在公告栏前仰头看我和顾朝仍然占据成绩单的首尾，我有些懊恼，余光却瞥见顾朝正走过来，我心一横，挡在他面前。顾朝，下次考试你帮我进前3，我保你4年生活费。我之前调查过，顾朝家庭条件不好，父母是个体户，还有个生病的妹妹。怎么样，很划算吧？我叉着腰站在他面前，一脸傲气，但其实心中很是忐忑。毕竟顾朝有多不喜欢我，我最清楚不过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顾朝同意了。他表情还是淡淡的，但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我压抑住心中狂喜，忍不住得寸进尺。那这个暑假，你去我家帮我补课。顾朝看了我许久，在我以为他要拒绝时，他又点头了。我的心止不住地跳，心想钱果然还是万能的。后来我开始正大光明的缠着顾朝，不管会的不会的科目，有机会就逮着问。我爸在学校旁边给我买了个单人别墅，平时就我一个人，顾朝来了就是2人世界。我每天被题目绕得头晕，但看到顾朝帅气的样子，又忍不住小鹿乱撞。接触的多了，抛开顾朝外表高冷的一面，我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。他最喜欢的水果是草莓，喜欢喝草莓味的牛奶，爱吃甜食，
还喜欢印有卡通图案的床单，趁他出房间偷瞄的。顾潮生日时，我偷偷订了一个精致的草莓蛋糕。顾潮眼睛瞬间亮了，他耳垂微红。我笑着站在一旁，对他说：“顾潮，生日快乐！”趁他看过来时，按下快门。顾潮的脸也红了。落霞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有些分不清，那究竟是害羞还是光辉？我只知道我的心又不受控制跳了起来。顾潮笑起来很好看。谢谢你，许言。顾潮开始主动和我聊天，虽然大多都是学习上的话题。我每日一问：顾潮，你现在喜欢我了吗？但每次我这样问，顾潮就会停住手上的动作。他几次张嘴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沉默不语。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岔开话题，心里的失望却越发清晰。顾潮是不是真的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？实在不行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顾潮绑了，先吃一顿再说。我闷闷的想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顾潮却主动约我了。我还记得那天是情人节，雨下得很大，我独自撑着伞站在顾潮家楼下。我等了很久很久，顾潮才出来。你找我什么事？看到他的样子，我刚出口的话止住了。顾潮双眼猩红，一向高傲清冷的人也会失控的冲过来。他捏紧了拳头，抬手挥来，却又在离我仅只有1寸时落下。他就这样站在雨里，声音冰冷：“许言，你赢了。”我将伞偏向他，满脸疑惑：“什么意思？你同意和我在一起了？”不知这句话怎么又刺痛到了他，他突然暴怒起来，一把甩开我的伞：“你威胁我父亲，不就是这个目的？现在你得偿所愿了，徐少爷满意了吗？”什么意？我刚想开口，顾潮冲了过来，一把按住我的头。下一秒，湿润的唇覆了下来。他动作太过凶狠，我吃了痛，不愿服输一般回应他。等松开时，双方都已经见血。顾潮沉着脸离开，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中年男人。他看到我时，脸上堆满笑容。小许啊，我们家顾潮挺好的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多般配啊！我立刻就明白了，这就是顾潮口中的父亲。我并没有威胁他什么，但是他做这些的目的，我也能猜到一二。无非是想借着我和顾潮的这层关系来讨好许家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至少结果是我想要的。那谢谢顾叔叔的祝福了。那时的我就是如此自负狂妄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们在一起了，他总有一天会回头的。可事情却并不如我预料那般。我们虽然是同居的情侣，却又像租客和房东一样陌生，除了做爱从没交流过。不是因为我不想，而是顾潮从不会给予回应，甚至身体上的交流都是我自己费心思爬上去的。他早出晚归，如果我不主动提，我们根本不会见面。我看着空荡的房间，抚去心中的暗淡，给他发消息：今晚有事，要很晚才回来。晚餐我让阿姨做好了，有你喜欢的糖醋排骨，热热就行。我看着满屏的单向聊天界面，早已释然。顾潮虽然从来不会回复，但他应该会看。他对于我的生活向来不感兴趣，所以我并没有告诉他。我是去约会的。世家企业都需要靠联姻来增进合作，许家也不例外。父亲并不在意我和谁在一起，但该维持的合作关系不能马虎。这次安排的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女人，很漂亮，很性感。我想，我要是喜欢女的，肯定会爱上她。我如是说了。他笑了笑，说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虽然你长得不错，但性别不符，同道中人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在高档餐厅浪费了2个小时。互相挽着手出餐厅时，不出所料听到了很轻微的快门声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任务结束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松开他，就在马路对面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回去路上，我特意绕去花店买了一束茉莉，花香浓郁清幽，
我想起刚才那位女士的建议，却徒有一丝紧张。她说，爱人之间也需要惊喜和仪式感的，男人也不例外。也不知道顾朝刚才看到没有，我只来得及看到他离开的背影。他会不会误会呢？窗外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，下了车，我将这束茉莉捧在怀里，可看着漆黑的家，心中没由来产生一阵失落。顾朝本来就不喜欢我，就算我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他也只会拍手叫好吧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敲了顾朝的房门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来开门。他身着浴袍，身上带着刚沐浴后的水润，整个人显得静郁古人。我轻咳一声，拿出藏在身后的花。顾朝，给你。可顾朝面露嫌恶，他退后半步，仿佛我捧的是什么很肮脏的东西。我眸色略暗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道，这是我在路上买的。你不喜欢吗？他嗤笑一声，身上带着女人的味道，和我说是自己买的。不是，我和他只是奉命，和我没关系。顾朝好像没了兴致，转身关门。如果不是顾朝最后这句话，我还不至于失去理智。你和他在一起，也好趁早放我走。许言，我恨不得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他话音还没落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硬生生抵住了这门。顾朝，你个傻逼！我捏着拳头狠狠砸了他一下，细心包好的茉莉也掉落在地上，被踩得破碎。这之后我们开始冷战，我没再主动找他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见。至于顾朝，他从来不会主动靠过来。临近毕业，不知他在学校忙什么，他也不让我去他们学院找他，所以我将他约在学校附近的小酒馆内。顾朝来得匆忙，神色冷淡。什么事？我缓缓喝进杯中的酒，才道，我们分手吧。顾朝好似没有料到，他正愣一瞬，深深看了我许久，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同意了。他才略带僵硬的扯了下嘴角。好啊，是太过期盼的事情发生的始料未及了吗？我居然在顾朝脸上看到了一瞬间的茫然。我咽下口中苦涩的鸡尾酒，目送顾朝离去，带着我这段极其可悲的恋爱。几乎是顾朝出国的第二天，许家宣告破产，父亲入狱，母亲带着卷走的财产离家。这一切都有所预料，父亲早已料到会有今日，只是后悔没早日将我送走。我却庆幸能及时和顾朝分手，这样总不至于叫他看见我跌落谷底的样子。至于以后，我们的未来也不会再有交集了。没想到最后会是我亲手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。这段过去封存在心底，顾朝将我视为污点也好，耻辱也罢，也不会再有人知道。而我也终究是体会到富裕时仗势欺人的报应。旁人的辱骂和社会的鞭笞，将我内心磨砺的越发死寂和麻木。如果没有和顾朝重逢的话，自许家落魄，奶奶去世后，我就搬离了原先生活的城市。能再次遇见顾朝，纯粹意料之外。我也知道顾朝厌恶我，所以尽管我们处在一个屋檐下，大多时候我也只待在属于自己的房间中。本以为顾朝很快就会失去兴趣，但是他好像对我的疏离越发不满，开始频繁指使我做各种他力所能及的小事。许言，我花钱把你买回来，不是用来看的。过来给我捶背。我一言上前，可他还是不满，一会嫌我捶得重了，一会嫌我没劲。我缄默不语，任他指使，他却仍皱着眉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觉得我太安静了。我心中难得涌上一股无语的感觉，想了想，还是说出来心里的疑惑。你以前不是嫌我太聒噪了吗？这回顾朝不说话了。多年不见，顾朝越发喜怒无常了。饭桌上，顾朝吃饭时向来不说话的，今天又突然发了难。不是和刘妈说了菜放重口一点吗？我愣了愣，抬起头来看他。今天的菜是我做的。顾朝眼里闪过一丝戏谑。你还会做菜？你以前可是连厨房都没进过的，许家的少爷自然是不会的。
可身无分文的我，如果不自己学会做饭，我和奶奶都会饿死的。加上之前在餐馆打过工，我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有自信的。而且我记得顾朝饮食清淡，最不喜欢咸辣，就连口味都和我截然相反。原来3年过去，人的口味也是会变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可以吃辣了。顾朝没有说话，他似乎还沉浸在我会做饭的愕然中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回过神来，他好像没了胃口，起身离开时，神情严肃的丢下一句：以后让刘妈做饭，按你喜欢的来。我又一次感到了茫然。顾朝这是嫌我做的难吃？顾朝最近的行为却越发让我捉摸不透。在跟着顾朝的第2个月，他开始频繁地带我出去应酬，也不需要我做什么，就是跟在他身边。他说要物尽其用，与其整天在家待着，不如出来帮他挡桃花。我承认顾朝如今年轻有为，英俊帅气，所以他的桃花凭我一个人也挡不过来。顾少怎么一个人坐在这？长相妩媚的女人举着酒强硬的凑过来，明明顾朝身边还有很多人，他也只当没看见。这香水过于刺鼻，我不动声色的与他们隔开了距离。乃至顾朝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将旁边的我一把扯回来。这么大的人你看不见？哈哈，女人尴尬的笑笑，目光这才落到我身上。他当然是看到了顾朝带过来的人，只是之前从来没听说过顾朝有喜欢男人的癖好，他也只当这人是个幌子。顾总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不如今晚赏脸陪我喝一杯吧。顾朝看着我，时有开口。我想起之前顾朝的嘱咐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在顾朝炽热的目光下，主动凑到顾朝身上。我清了清嗓子，这位小姐，顾少身边已经有人了。随后牵起顾朝的手，与他十指相扣，举到女人跟前。这一幕太过小学生，女人的手一抖，酒洒了，被我和顾朝的裤子接了个全。我和顾朝齐齐低头，在场的人齐齐看过来，场面有些凝固。顾朝清了清嗓子，旁若无人的就着仍然向我的姿势带我去卫生间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顾朝脑子应该是有问题的。你可以放开了。在等司机送西服来的途中，顾朝仍然握着我的手，他左右摆弄，好像在看很稀奇的东西。怎么起茧子了？我心中一激，下意识想要抽回来，但又被死劲拽住。别动，涂药膏是可以消的。我别过头，心里突然开始泛酸。茧子消了又怎么样？这3年所经历的消不了。顾朝仍盯着我的手，缓了缓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淡笑道：都听顾总的，反正1年后交易截止，顾总和我能有个体面的分别就好。察觉到顾朝手上的力度松懈，我将手抽回，踱到一边。我和顾朝相对无言，气氛有些沉闷。如果我不想分开呢？顾朝突然开口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吐出一口气来。我喜欢你。什么一？我猛地抬起头来，想从他脸上看出玩笑的痕迹，可是没有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顾朝，你喝醉了，都开始说胡话。顾朝突然一把扣住我的头，紧接着温热的呼吸越靠越近，我还没说完的话就这样被打断。他吻得很轻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声色的吮吸。顾朝在试图证明什么，但我此刻头脑一片空白，已经接收不到了。我使出了全力将他推开。别开玩笑了，一点也不好笑。我匆匆换了衣服出门，不敢再看身后人的表情。和顾朝在一起的2年里，不论我怎么讨好他，他从来都是以最冷漠的态度来对我。顾朝喜欢我，这个想法太荒谬了，荒谬到连他本人说出来我都觉得不可信。我内心燥热无比，借着透气的由头留在酒店不远处的温泉旁边。我开始回想和顾朝恋爱时的细节，可不论我怎么想，都看不出顾朝对我感情来。唯一有疑虑的就是我和顾朝提分手的时候。也是，顾朝这样优秀的人，怎么会甘心被我分手？
今天这番话，恐怕也只是因为自尊心作祟而已。我按下心中的思绪，想着酒宴差不多该结束了，起身朝酒店走去。路过酒店门口时，一群人正往外走，我侧身站在一边，等着他们先出来。今天没玩尽兴，我们改天再约啊。其中一人声音最为洪亮，个子也高。我在一瞬间意识到什么，眼角瞥见那人走过我眼前时，我不受控制的右脚腕处一软，瘫倒在地上。你碰瓷啊你，挡着你爷爷的路了。那人抬脚就踢了过来，正中腹部。我脸色苍白，捂着肚子缩在地上。咦，这不是徐少爷吗？又见面了呀。那你运气可不太好，小爷今天刚好没玩够呢。我心脏猛地下沉，他认出我来了，这位玩世不恭的彭氏继承人彭正。他越靠近，我就觉得脚腕上的疼痛越发清晰，开始颤抖着求饶。不要！他身边的人纷纷问道。彭哥，这人谁啊？你们居然不认识？换在3年前，可都要上赶着巴结呢。毕竟这可是……他话音还没落，一股劲风从我耳边掠过，彭正的身影退开好几步。你大爷的，是谁踢？场面一度混乱，我不知道这场打闹持续了多久。这模糊的听见有人在哭喊道歉，听声音好像是彭正，也听见有人的拳头很响，还夹杂着怒骂声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欺负我的人？一切平静后，一道沾着血腥味的身影很轻的抱起我，他抱得很轻，又捂得很紧。没事了，是顾潮。我将头埋在臂弯里，感受到安全的同时，又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血！我张着嘴喘了许久，才说出这一个字。顾潮顿了一下，又道：外套已经扔了，没有血。疼，好疼，再开快点。许家倒台时，父亲入狱，母亲离家，留下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年迈的奶奶。我扛着生活的重压，四处找工作时，京城的少爷与他交恶的都出来使绊子，其中带头的就是彭正。他游手好闲，是圈里出了名的恶少，家里有钱有势，之前一直和我对着干。一朝落难，他冲到我跟前来，冷嘲热讽一番后，却说要包养我。我拒绝了，他倒也没强求，只丢下一句：我等着你来求我。在他的压迫下，我找不到什么体面工作，可我性子倔，底层的累活也开始拼命干。直到后来奶奶重病，我实在没了路，不得已四处借钱。彭正知道后，扬言谁都不能借给我，迫不得已，我只能去找他。我第一次跪在地上求人，可他只是嗤笑一声：徐少爷，要钱可是有代价的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想见点血，少爷来的真是时候。我属实没想到彭正居然比我想的还要恶劣，可是我已经走投无路，只能应下。被人打的滋味很不好受，他身边的保镖懂得怎么讨好彭正，专挑难受的地方打，势必要我叫出声来。我不过应激的躲了几下，就被他们握着腿硬生生敲断的骨头。最后意识朦胧中，我只记得彭正施舍般的扔了一沓钱，沾着血水和污秽散落在我身上。可这钱最后也没有用在奶奶身上，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奶奶已经断气的消息了。多可笑啊！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开始彻底放弃以前的自己。或许是过去太久了，也或许是我真的如自己所说的一样，放下了。所以顾潮问我这一段过往时，我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情绪了。可是顾潮哭了，他眼里蓄了泪，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突然觉得和自己重逢的这个顾潮是一个假的顾潮，不然为什么他总是会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呢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这3年受了这么多苦。顾潮将头埋在臂弯里，声音有些沉闷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和你没关系。不，如果我能够晚一点出国，
他抬起头，眼尾猩红。或者，如果我能够早一点想明白，我们都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了。我靠在病床上看他，没有做出回应，心里却又想起来顾朝之前的那句喜欢。我突然觉得那可能是真的。可是现在的我真的还有恋爱的勇气吗？就像梦一样，以前辛苦求了许久的东西突然唾手可得，又觉得太过虚假。高大的身影袭来，顾朝忽然将我圈在怀里。我真的喜欢你，你别不信。耳畔是他哀求的声音。许愿，你再爱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顾朝所说的话，我还是没有回应。他态度太过真挚，反倒让我开始变得无措。好在他也没有追问的意思，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。顾朝最近不知在忙些什么，总是早出晚归，但是每天晚上回来都会悄悄地跑到我房间来，躺在我身侧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他一进来我就醒来。得知顾朝永远终止和彭氏合作的消息时，我正在打扫屋子，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准备。顾朝身边的司机来家里拿文件，提到这是石乐开了花。你是不知道，顾少还将彭正堵到包间里揍了一顿，当时那小子正在找鸭子，裤子都没来不及提上，那场面真是精彩，我却有些担忧。顾朝这么直接，不怕被彭家针对？司机轻咳了一声，没事，小问题。可根据顾朝这几天的忙碌程度来看，问题可能也不小。这天晚上，顾朝又摸上了床，我却没有再装睡。在他贴近我身侧时，我问他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吗？身边的人僵直一瞬，贴得更近了。是，我是为了你。他欺负你，我就让他付出代价。顾朝的呼吸就喷洒在额间，我感觉心跳越发剧烈，像海水一样充斥大脑。在这无声的喧嚣中，我偏过头吻了过去。顾朝浑身一颤，紧接着起身靠近，一手扶住我的腰，加深了这个吻。退开时，顾朝眼里满是欣喜。你这是接受我了吗？我释然的点点头。顾朝笑得像个傻子，他迫不及待的拥住我，像面对失而复得的珍宝。耳边是顾朝一直围绕在我耳边的我爱你。第二天醒来时，竟难得的看到顾朝的身影。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好了。顾朝点点头，转身从厨房拿了2份早餐，在我额上落下一个吻。现在可以好好陪着你了。然而下一瞬，顾朝的电话响起，他脸色下沉，接了电话。2分钟后，他略显尴尬的和我告别。是公司有新的事务。又2分钟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顾朝的父亲，他约我见一面。我同意了。咖啡馆中，顾父挑明缘由。彭家的事我听说了，要不是他收集到彭家私底下不少罪证，我们整个故事都要完蛋。我知道他是为了你。小妍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你和顾朝的事确实不适合。我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，等他把该说的说完后，才笑道：我记得伯父之前和我父亲联系颇多。顾父一顿，神色微沉。我继续道：我父亲懵了，心入了歧途，可顾伯父就完全干净吗？难道你就不怕我改天去看望父亲的时候，请他说一些陈年旧事，我没有指明？欣赏顾父满脸愠色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伯父，顾朝如今这么大了，你该给他自己选择的权利了。不就是威胁人吗？谁不会啊？顾朝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装饰新年挂件，还把之前打扫屋子时翻出来的照片框起来了。这是之前和顾朝在一起时照的，这么多年我都以为他给扔了。顾朝回来的时候很眼睛微亮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我好笑的看着他。你藏在我卧室的抽屉里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顾朝默了默，端起相框。你睡的那个房间之前是我的卧室。
分开的时间里，每次想你就只能拿出来看看。我凑到相框前，画面里我举着自拍杆在前，背后是我捕捉的顾潮难得笑起来的样子。我埋怨道：以前让你笑一下可难得很。顾潮贴了贴我的脸，将我搂在怀里，低头亲了一口。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